有没有一种单身级地狱的感觉 ？Hello， 大家好，皆さんこんにちは。很多人都听过日本人很爱来夏威夷，虽然我们不是日本人，但这次也是我们第3次来到夏威夷。和前2次不同的是，这次我们去的不是檀香山所在的欧胡岛，而是来到夏威夷岛，也就是俗称的大岛。因为去年参加了希尔顿的说明会后，幸运得到3晚免费住宿体验券，促成了这次的夏威夷岛之旅。这是一个很小很迷你的机场。然后在夏威夷岛呢，我们要租车，所以我们先搭它的 shuttle bus 去租车公司。刚好就这个。我们要跟他会一场。比起檀香山，夏威夷岛比较没有那么商业化，且保有更多的自然景观。就让我们一起来看看这次怎么玩吧。我们现在抵达的时间是当地的下午快要1点了，然后还没有吃午餐，所以我们先去吃个东西。第一站来吃午餐，吃夏威夷的 poke。从成田机场出发，抵达檀香山后，再转国内线，经过1个小时，终于抵达了目的地夏威夷岛。租好车后，马上开始3天2夜的行程。因为是午餐时间，我们先来到岛上非常有名的夏威夷海鲜盖饭餐厅。夏威夷海鲜盖饭就像是日本的生鱼片冻饭，但是调味相对比较重。海鲜口感不错，而且很新鲜，但不得不说调味实在是太咸。而且真的是超贵，2人合吃1个餐，加上1杯饮料，刷卡换下来竟然要7000日币，心痛。去饭店之前，我们先绕去岛上西边的主要城镇科纳。除了有餐厅和商店之外，也有夏威夷著名的 ABC Store。夏威夷的 ABC 就是说你忘记买的东西呢，忘记带的东西呢，这边都会有，然后贵到一个爆炸。然后还有这种伴手礼，这种亚洲人最喜欢的伴手礼。再来，很多人会找这个，哈哈，三丽鸥晒黑系列，呼噜米蛮可爱的。有没有看到亚洲天堂泡面？然后很多日系的都有哦，看到日系的我一点都不意外，我看到这个比较意外。哇哦，竟然有 Mr. Brown， 真的我太意外了。虽然只有沿海的街道比较热闹，但步调缓慢放松，光是散步也蛮舒服的。沿着这边走比较热闹，还是刚刚另外那边比较热闹？啊，哉，我是来过你。我以为你有看看。这次夏威夷岛入住的是希尔顿的度假俱乐部。1年多前在京都入住希尔顿花园饭店时，意外得到参加希尔顿分时度假说明会的机会，并在之后获得3晚免费的夏威夷住宿体验券。饭店本身是在夏威夷岛西边的一个巨大度假村内，除了有希尔顿体系之外，周边还有万豪和其他连锁饭店。到一个度假村最先要做的事情是什么？你知道吗？找到它的柜台，因为度假村通常都很大，很大，不知道在哪里 check in。由于希尔顿度假村面积非常大，加上停车场只有在入口处的一个地方而已，听起来稍微有点不方便。但很夸张的是，
它里面竟然有轻轨列车可以搭乘。我们刚才在这边停好车，然后来到这里，这是 Hilton 的这个 Village 的饭店大厅。但我们这次住的是希尔顿的度假 vacation 的，是在 Ocean Tower 这里，所以我们必须要搭火车1站、2站，第3站来到 Ocean Tower 才能 check in。でお越しのお客様は足元にお気をつけください。ご乗車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那里吗？应该吧。这次入住的房间是在最里面的 Ocean Tower， 建筑是由3个圆圈构成，非常有特色。虽然有希尔顿钻卡会员，但因为这次住的是不同体系的分时度假饭店，所以没有升等、早餐额度等福利。但进到房间后，却发现被安排在比较大的房型。哇，凉啊！哇，好大一间。我们这次是住在他们的 Ocean Tower， 一开始是一个客厅，所以是套房哎。它是 dining 跟 living room 的位置是分开的，这是一个可以过年吃饭没有问题的大小。后面的话，这边有一个简单的洗手台，但应该就是一个流理台的概念而已吧。下面有什么吗？有冰箱之类的吗？也没有。有一个小冰箱，里面应该没有放东西。一些免费的饮料、咖啡什么的，咖啡机在这里。然后客厅的部分呢，其实也蛮大的，有一点我们2个人住这间真的是太大的感觉。其他这应该是家庭房的啦。然后我蛮喜欢的事情是我们还有一个阳台。这阳台也太大了吧？对啊，阳台超大的。这阳台可以看到外面，就是他们就是西湖可以玩水的地方。这里是没有玩水的。再过去一点就有玩水的，然后现在有一点点云比较多，天气没有那么好。然后这边开始的话是房间，我觉得也是一个蛮经典美式的设计，不是说很新，但就是空间很大，然后很有就是美式的度假饭店的感觉。就跟我们上次去住檀香山希尔顿的饭店一样，它也有可以租 DVD 回来看的。然后浴室这边一样，备品都准备好了。它有2个洗面台，不过并不是并排的，是一个在这边，然后另外一个在对面。然后洗发精什么的都已经固定在墙壁上。他这里说没有打扫，但不知道会不会换毛巾，应该可以请他们换一下毛巾。美国厕所很低。所以这次不是那种就是一般的希尔顿的房间预约，所以也不会有什么金卡啊、钻卡会员的一些什么福利啊、点数啊什么的，也没有这件事情。整个度假村的腹地非常巨大，至少要徒步走15分钟才有办法走到另外一头，所以蛮建议可以搭船或是搭他们的轻轨电车。有没有一种单身级地狱的感觉？度假村内共有4座泳池，包含一个小型成人专用的。蛮清澈的，这水哦，好舒服哦。涼しいでしょ。超舒服的。哇，还有海豚呢！他们应该不是把它养在这吧？拜托不要，拜托不要。
最推荐的是西湖泳池和希尔顿度假村这一侧的泳池，光是用看的就觉得非常好玩。这样有绕完吗？大概吧。大概啊。我觉得它好像就是刚好拉棍跟泳池，然后就可以把它整个这样串在一起的感觉，也还不错。一样都是一个超大型的度假村，但是跟上次去住的那个感觉很不一样。上次那个游客数应该更多，因为上次那个全部都高楼。饭店内的餐厅主要有4间，选择不算是非常多，营业时间也意外的非常短。泳池畔的小商店也都是开到下午4点。晚餐时段的3间餐厅中 ，Kona Tap Room 算是价格合理又好吃。美式运动酒吧的氛围非常轻松又舒服，料理的分量也非常足够，可以考虑用 share 的方式。他们的夏威夷海鲜盖饭也非常不错，比起中午吃到的，我们更喜欢这里的。在度假村的最角落，还有另外一间走高价位的餐厅，虽然不便宜，但是气氛非常好，景色超美，餐点的味道也非常棒。面海的户外座位很多都已经被事先预订走了，虽然我们是坐在室内靠窗的位置，但一样可以一边欣赏夕阳，一边享用美食。原本对于餐点口味没有太过期待，但意外的却非常美味。这天吃到的香煎鱼排，还有韩国猪排都非常的棒，真心推荐可以来吃看看哦。终于，我们开了1个半小时，快2个小时了。2个小时，开2个小时，现在终于来到了他们这边的火山国家公园。大岛意外真的蛮大的耶。第2天，我们来到夏威夷岛上最著名的景点——夏威夷火山国家公园。这里据说是美国最致命的火山，腹地内有许多健行步道，甚至可以走在没有喷发的火山口。其他也有许多可以开车抵达的景点，也是我们这次的主要行程。我们刚刚进来是这边吧，开上来，然后右手边那个刚刚比较大那个就是游客中心，没有注意到。然后现在就是上来这边，我们现在在这里。火山国家公园内最主要看的是基拉维亚和茂纳洛亚这2座火山口，特别是基拉维亚火山是目前世界上最活跃的火山之一。最近一次的大爆发是在2018年，而在之后2021和2023也都有爆发过。因为我的 T 恤很可爱，所以给大家看我的 T 恤。努力，而且2018年有喷发过哎。ここ温泉です。Cooked rock。那个石头本身是有热度的嘛，对不对？然后兔兔就把吐司放在那上面，就是自己就烤好了。然后萌萌嘎就想吃，他就不想给他。你现在在讲啥小？七高二的故事啊。虽然需要稍微走一下，但夏威夷火山国家公园内的海拔相对比较高，风吹起来还蛮凉的，比起最近的日本真的舒服很多。以前可以开的路，现在不能开，原因是因为还有岩浆、地缝。这边呢，其实呢，很多道路两边都可以看到这样子火山的岩浆喷发之后的一些留下来的痕迹。其实不止这个国家公园，我们沿路上也看到非常非常多。
近看真的是很惊人哎。国家公园内很多地方都可以看到火山相关的地形，像是冷却后的岩浆、火山冒出来的地热，还有很多特别的动植物。也有看到不少人选择参加导览，喜欢健行或是大自然的话，很推荐可以来看看。在国家公园内，我们最推荐的景点是 Holy Sea Arc， 主要是因为沿途的景色真的非常壮观，可以看到一整面冷却后的岩浆，也可以看到岩浆触碰到太平洋后被冷却的一整片地形，非常的特别。离开火山国家公园回饭店之前，我们顺道去了夏威夷东边的城镇希洛。这天我们停下来在这边吃午餐，随意在 Google Map 上看到这间餐厅，他们的夏威夷 Loco Moco 真的是非常美味，分量非常大，而且餐点的种类也很多，重点是价格更是佛心，非常的推荐。最后一天，我们没有安排太多行程。既然来到海岛，就是要在饭店放松、舒服、耍废一下。在还车之前，我们去了科纳小镇，这边有号称夏威夷岛上最美味的汉堡。他们的汉堡真的是非常好吃，肉汁整个爆发出来。看一下。肉的口感非常的扎实，但却完全不会柴。面包也烤得非常的焦脆，非常的推荐。You got the right answer for this. You only get one. Yeah. Look. 3天2夜的夏威夷岛旅行很快就结束了。不同于欧胡岛、威基基海滩那样的热闹，反倒有种放慢角度、单纯来放松度假的感觉。物价上虽然不能说是便宜，但以度假海岛来说，却也还蛮有它独特的魅力。希望这支影片可以给想要来夏威夷岛玩的朋友们当做参考咯。那么这次的影片就先到这边，拜拜。19